很久很久以前，华山上有一座圣母宫。圣母宫里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，名叫三圣母。三圣母常常下山帮助百姓，有人迷路了，她就点亮一盏神灯为他们照路；有人遇到灾难，她就用神灯的光驱散黑暗和邪气。这盏神灯就是宝莲灯。宝莲灯是华山的镇山之宝，形状像一朵盛开的莲花，一旦亮起来，金光万丈，风吹不灭，连妖魔鬼怪见了都要躲得远远的。后来，三圣母来到人间，与一位善良真诚的凡人相爱，并生下了一个小男孩。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华山上空忽然红云翻滚，雷声隆隆，宝莲灯的金光直冲云霄，照得半边天空都像开出了一朵巨大的莲花。这道金光一直冲到了天庭凌霄宝殿上。玉皇大帝看见华山方向红云滚滚，便问众神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一位天官上前禀报：“陛下，这样奇异的天象，不是出现了大奸大恶的坏蛋，就是出现了救国救民的英雄。”玉皇大帝听后，立刻命令二郎神杨戬：“你速去华山查看，若是妖孽降生，就立刻降服。”二郎神一听华山两个字，心里就一沉，华山正是他的妹妹三圣母住的地方。二郎神心里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于是他立刻带着他的神狗哮天犬，踏上云彩，飞奔华山。而此时，三圣母正抱着刚出生的儿子，满脸的幸福。这孩子一出生就满屋沉香的香气，夫妻二人就商量给儿子起名沉香，希望孩子能健康平安地长大。可就在这时，轰的一声，一道闪电劈开夜空，屋门猛地被风吹开。二郎神站在门外，手握三尖两刃刀，哮天犬眼露凶光，正冷冷地盯着屋里。三圣母的脸色立刻变了，她惊慌失措地喊了声：“哥哥！”二郎神脸色阴沉，他说：“妹妹，你嫁给凡人，本就违反了天规。如今孩子降生，又惊动了天庭，我必须带你回去受罚。”就在这时候，宝莲灯突然亮起，金光护住了他和孩子。二郎神知道，三圣母最厉害的宝贝就是宝莲灯，只要宝莲灯在手，就无法靠近它。于是他假装说：“妹妹，把宝莲灯交给我查验一下，若这孩子不是妖孽，我自然还你。”三圣母害怕二郎神伤到儿子，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二郎神突然出手，夺走了宝莲灯，然后转身就把妹妹三圣母镇压在华山之下。从那以后，沉香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。她常常会问：“爹爹，我娘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他爹摸摸她的头，沉默了很久，只说：“等你长大一点，爹就告诉你。”后来沉香渐渐长大，终于知道了真相。他想到自己的妈妈被压在又高又黑的华山底下，日日夜夜等着他，沉香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便告别了爸爸，踏上了寻找妈妈的路。他走过崎岖的山路，脚被石头磨破了；他穿过密密的树林，衣服被树枝划破了。
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就摘野果充饥。天黑了，他就靠在树根旁休息，抬头望着星星，轻轻地说：“娘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”沉香就这样走啊走啊。有一天，沉香遇见了一位白胡子神仙。白胡子神仙看见他满身尘土，眼神却那么坚定，便问：“孩子，你一个人走这么远，是要去哪里呀？”沉香说：“我要去华山救我娘。”白胡子神仙听了，点了点头，有孝心，也有胆量。可是要救你娘，这些还不够，你得学会真正的本领。沉香立刻跪下说：“请您教我。”从那天起，沉香就开始跟着白胡子神仙学本领。他学腾云驾雾，第一次刚飞到树梢高，就一头栽进草丛里；第二次撞到了树干；第三次被风一吹，又摔了下来。白胡子神仙问他：“还学吗？”沉香揉揉摔疼的胳膊说：“学。”他练武的时候，手上磨出了水泡，水泡破了，就用布条缠起来，继续练。天黑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也不肯停，因为他一想到华山底下的妈妈，就又咬牙站了起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沉香终于学成了一身本领，那个小小的孩子终于长成了勇敢的少年。临别的时候，白胡子神仙送给沉香一把开山神斧。他说：“沉香，这把神斧威力很大，但它只会帮助真正勇敢、真正有爱的人。记住，能劈开大山的不只是神斧，还有你的一份孝心。”沉香点点头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学成本领之后，沉香马上就去找二郎神。他站在二郎神面前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请你放了三圣母。”二郎神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说话？”沉香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是三圣母的儿子，沉香。”二郎神听了，脸色一沉，抬手就是一道雷光。沉香连忙翻身躲开，举起神斧迎了上去。只听天空中雷声隆隆，雷光闪动，两个人从天上打到山间，又从山间打回云端。可是二郎神的本领实在太强了，没过多久，沉香被打落下来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他浑身是伤，几乎站不起来。他想起妈妈被压在华山底下，他咬着牙告诉自己：“娘还在等我，我不会放弃。”就在这时，二郎神手中的宝莲灯忽然亮了，金光从灯中涌出，像听见了沉香心里的呼唤。宝莲灯猛地一震，从二郎神手里飞了出来，落到沉香身边。二郎神吃惊地大喊：“宝莲灯！”沉香一伸手，便稳稳地接住了宝莲灯。那一刻，温暖的金光照在他身上，像妈妈的手轻轻扶住了他。他身上的疼痛慢慢消失，力气也重新回来了。沉香一手托着宝莲灯，一手握紧开山神斧，他语气坚定地喊：“我要救我娘！”宝莲灯光芒大放，照亮了天空。神斧在沉香手中震动，仿佛也在回应他的决心。沉香再次冲向二郎神，他一斧劈开雷光，一斧震退哮天犬，又一斧逼得二郎神连连后退。宝莲灯的金光越来越亮，照得黑云散开，华山方向也亮了起来。二郎神终于抵挡不住，败下阵来。沉香没有多做停留，
立刻转身直奔华山。华山高高耸入云中，沉甸甸的压在那里，好像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。沉香站在山脚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大声喊道：“娘，我来救你了！”宝莲灯放出万丈金光，照亮了整座华山。沉香举起开山神斧，用尽全身力气劈了下去。第一斧，山石震动；第二斧，山腰裂开；第三斧落下，轰的一声，华山从中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，金光从山缝里涌出来，照亮了沉香满是汗水和泪水的脸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柔的身影从山中慢慢走了出来，是三圣母。她看着眼前这个满身伤痕的少年，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。她轻声呼唤：“我的孩子。”沉香终于喊出了等待多年的那一句：“娘！”沉香一下子扑进妈妈的怀里。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，所有的疼痛，所有的等待，都化成了母子重逢的泪水。华山的裂缝就这样流了下来。人们说，那是一个孩子用对妈妈的爱劈开的。故事讲完了，小朋友，你喜欢沉香吗？记得回家也给你的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